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人体正常关节中有积液的存在，使用滑膜分泌产生，起到营养软骨以及滋润关节的作用。如果长时间处于高强度的运动状态中，很容易出现韧带损伤、碰撞挤压以及关节扭伤等情况，从而引起滑膜炎，导致关节积水、活动受限或者是肿胀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滑膜炎的救命药，能够减少滑膜炎、关节疼痛、发炎、干燥、腿脚麻木，让你拥有年轻的膝盖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。首先准备10克的赤小豆。赤小豆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被古人视作祛湿治病的良药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人们还特地说，赤小豆乃药中之上品，有利水消肿、解除排脓的功效。由脾虚湿盛引起的四肢或者是面部水肿、腹部胀满、脚气水肿、黄疸、尿液发黄、湿热引起的关节红肿、热痛、屈伸不利、皮肤感染引起的红肿热痛，以上这些症状都特别适合使用赤小豆。它对身体的水肿有明显的消退作用，能够加快人体内多余的水分代谢，可以让水肿尽快的消退。再准备10克黑豆。中医认为黑豆属水，水走肾，因此黑豆有利于补肾，也可以滋补精血。常吃黑豆可以缓解肾虚、体弱、腰膝酸软、关节不利等症状。黑豆中含有维生素 E 和花青素，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，可以增强活力。黑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就是祛风解毒，所以对滑膜炎使用黑豆也是具有非常好的疗效。再准备10克薏米。薏米可以利水消肿、健脾祛湿，还可以清热排脓、镇静抗炎、降血脂、降血压。薏米性味比较干凉，能够入脾肺和肾经，里边的营养成分也是很丰富，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等，是一种非常好的保健食品。在临床的经验中，用薏米治疗关节滑膜炎的效果是很不错的。现在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大碗中，加入清水将它们清洗干净，可以多清洗2遍，洗掉它们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洗干净之后把脏水倒掉，再重新加入清水，将它们浸泡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下面再准备一个芋头，先把芋头的皮削干净。这里需要注意，如果皮肤容易敏感、过敏的人群，一定要戴好手套。芋头是平时生活中很普遍的一种食品，可以蒸着吃，也能炒着吃，含有丰富的淀粉、脂肪、氨基酸以及膳食纤维，各种微量元素、矿物质。经常吃芋头，能够为风湿、关节炎患者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。平时适当的吃一些芋头，可以维持身体酸碱平衡。人体内部环境酸碱失衡以后，人类身体素质就会一直下降，疾病也会随之而来。如果平时多吃芋头，就能够促进身体内酸性物质的代谢，可以维持人体内部的酸碱平衡，能够抗疲劳，减少一些常见的疾病发生。芋头去皮之后，先将它切成片，再切成细条，最后切成小颗粒，这样方便煮，
使用起来也会很方便。下面准备一口锅，将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先开大火把水煮开，煮开之后再转小火煮上35分钟。那么滑膜炎到底是怎么引起的？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它的发生呢？膝关节滑膜炎是一种典型的炎症，多发性的疾病，任何年龄段都会发生，一般中老年人更容易中招。导致发生滑膜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慢性劳损，长期的劳作会使膝关节累积损伤，在膝关节得不到恢复的情况下，容易导致膝关节损伤，从而导致滑膜炎的发作。第二个原因就是两缝侵袭，膝关节缺少脂肪保护，所以害怕两缝侵袭，就会损伤膝关节的构造，导致滑膜炎受到刺激而引起炎症。第三个原因就是外伤所致，在运动中膝关节难免遭受意外，导致膝关节损伤，引起内部病变，诱发滑膜炎。30分钟之后，里边的食材煮得比较软烂了，这时候可以往里边加入2颗冰糖，稍微的调一下味，将冰糖搅拌至融化。冰糖搅拌融化之后就可以出锅了。中医认为滑膜炎是经脉受阻，治疗以利水生湿、活血化瘀为主。黑豆可以祛风活血，赤小豆可以消水肿、利水、清热解毒。薏米有利水渗湿、清热排脓之功效，而芋头有清热解毒、消炎的作用，对治疗滑膜炎有特别好的效果。同时对治疗肩周炎、颈椎病也有非常好的效果。如果再搭配艾条来灸一下，内外吸收，那么治疗效果就会更好，可以缩短病程。这道汤我们可以1周煮2次来喝，能够缓解滑膜炎，对滑膜炎患者很有益处。如果有滑膜炎的患者，在平时饮食中一定要注意，要以清淡饮食为主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